关于股票跟房地产的关系哈，我最建议的剧本是，你房子持有很久之后怎样真贷出几百万哦，那你爱玩股票你再去玩啊，这几乎是所有借款来的项目里头最便宜的钱啊，它还款时间又极长，所以财务上怎样相当安全。你真贷以后手痒，想要去看那些股票老师那边炒高风险的股票，好，那你就去都没有人拦你那到时候你也赔得起，为什么？因为那个钱是慢慢还的你房子也已经买了那你的房子也还持续这样在增值当中，这才安稳嘛，对不对？我是这样认为啦。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这样子在做，存到一定程度，比方说房价的60%，我是说那个不买股票你就用力存这样就存到房价的60%，那就可以继续买下一间房子收租了。买房可以当作买股吗？找到台积电等级的地段就可以让你睡觉笑出声。你觉得把买房子当成买股票这种说法靠谱吗？先说结论，好像可以如果你能够买到台积电等级的房子地段，那你当然就会拥有台积电等级的收益。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为什么房东敢狂涨房租？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房可以当作买股吗？先来聊一下观众传给我的新闻来这个标题我念一下。买房当作买股，销售喊会赚钱最重要，他点头是真的。简单讲一下这新闻，就一个网红叫黄大米然后跟朋友去看预售屋的时候，那个代销就说一句话，他说这边的地段很好，你不要当作是买了房子，你要当作买了一张会赚钱的股票。然后说你买我们房子一定会赚钱，因为旁边的空地下一期已经要盖了，开案价格只会更高，到时候你就赚到钱就出国玩，不要待在家，因为家里空间不大，怎样都不会有国外饭店舒服。你看这个话术厉害那个代销话术是真的很厉害因为他们压力很大那给你几个客人你没有接到你没有签约那你就会被换掉了所以就是大家会一直打磨这些话术不断进攻这样。这个话术之下，你看说一说这个房子格局很小房子很鸟，好像也可以接受了所以你看预售屋这个战场很顶尖房子小都可以说到你也觉得没关系这样，反正你赚钱就会出国玩然后建材都说我们都用台制品牌，坏了维修比较方便怎样都可以有那个话术。我还有遇过一次那个是我很年轻的时候去台北中山区去看一个预售屋预售屋那个已经成屋了以前并不是那么流行，就是直接卖预售那以前也有很多那个就成屋之后才开始卖的案子，然后他就带我们去，然后去看那个2楼2楼就没什么东西新房子预售2楼，然后就看那个代销表演。好，他就说那个我们其他楼层太高，你看到的景观都不会动都不会动。你要看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2楼2楼这间，你看对面的招牌底下行人熙熙攘攘。然后晚上点灯，这很漂亮，很有一个城市的那个流动感，这样屁那就是2楼比较没有人买嘛好，所以你要知道，买房可以当存股其实那个代销讲的话也是有几分道理也是有几分道理。我们不要因为人家是代销就这边以人废言那个真的是也是有道理那你就把你买的房子就当成台积电或是中华电信的股票的时候，那思考会变得不太一样。比方说现在台积电一张不是90万嘛方便算我们直接算100万。在我录这支影片的当下是9月18号，台积电的股价是我刚查了一下是941块钱那一张就是94万1嘛，所以你买房子付的头期款那就可以换算成几张台积电这样头期款200万的话，那你就算2张多的台积电然后后面的月缴就等于是你定存的台积电那个配息就是房客给你的租金。这个说法其来有自就很多人就说他有钱他不要买房子因为要管理房客很难什么的，那我不如把买房子的钱拿去买股票，然后生的那个什么都不用管那这个说法也是大有人在所以我们现在买一间2000万的房子是怎样？那对比起来就差不多花快5张台积电的钱，我都头期款了然后之后会让你报那个20张台积电去慢慢持有这样那这个说法说出去
外面的股民们可能都觉得你很厉害，对啊，而且你的台积电这是属于很难崩盘吧？那受到股市的波动影响不会很大那是不是应该可以多报几张？就这种说法，这种思考就会跑出来了那最后你要知道，买房要当存股，最重要的还是地段，真的当然了，我们前面这样讲，真的就是讲好玩的，因为不是每间房子都有台积电的潜力嘛。如果你瞎买，你搞不好就是买到当年的 HTC 那下场是怎么样就不说了。那什么样子的房子具有台积电的潜力？还是地段？一样是地段只有地段足够好的房子，才有可能是台积电的潜力。这没办法，因为银行建价，对不对？银行就是认为那个地方就是好房子那你在买的时候贷款成数很高，你在卖的时候贷款成数也是很高。相对于你去一些地段没那么优秀的，可是它很便宜但银行看就不会带给你很高的成，那就不行那就不行。我们现在看怎样叫做地段好，就是银行能不能8成就是这样那不要忘了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代销他也是强调这间预售屋的怎样地段好然后才敢说买了会赚钱。所以不管你是要买中古屋还是买预售屋，都是地段而且人家讲的更赤裸，就是这间房子很小，可是它地段很好，旁边有新建案在盖，未来卖掉你一定会赚钱。所以不管你今天想要自产买中古还是预售，还是重点还是会回到我认为就是地段。好地段怎么找？我之前影片也讲过，不赘述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你想要知道更细的做法，我的会员影片是有详细讲的很久的影片影片时长都很久像这是高雄台积电最新进度，蓝田国小看新闻做房地产做给你看对，怎么看新闻来做房地产，然后等买了房子以后，你可以再参考我另一支会员影片叫装潢细节大公开，让你卖出最高价装潢前不用自己出，动格局更好卖之类的让你卖房子的时候可以多卖钱，这些功课都做好了就算真的找不到媲美台积电的房子或是你金钱实力不够但你要找到中华电信等级的，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好啦，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买房可以当做存股嘛？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新闻一个网红黄大米，他陪朋友去看预售，然后那个代销直接话术他说，这预售屋很小，可它地段很好，旁边又要盖新的价格会更高，所以你这间一定会赚钱。叫他怎样？不要把它当做再买一间房子，要把它看作买一只会赚钱的股票这样。我的看法是有道理啦，有一定程度的道理那现在台积电一张就是接近100万，所以你付头期款就是付2张台积电的意思嘛，200万等于你付2张台积电的钱，然后你去首购去办贷款，弄下来你等于会有10张台积电在你身上在那边增值，而且这个台积电还不会受到股市的震荡，因为它房子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买好买满都是很合理的但你还是要小心，如果你瞎买的话，有可能会碰到 HTC 这样子的股票，也曾经很风光过，可是后来就是不行了。所以你还是要掌握地段这个关键才能够购买到台积电股票等级的房子这样地段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 buy 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讲八卦。其实这一节你也知道我是讲好玩的因为我一直以来我就很不推荐股票市场嘛我们都只做这个稳健的房地产市场这样
就是看到那个股市啊，台积电啊，很夯。那讨论一下之后，就来测试看看加入台积电股票的标题，看 YouTube 的演算法会怎么跑这样。之后我来观察一下这个数据。好，那我是认为要靠股票来存头期款这件事情没有不行但是最好你就要买不会动的股票不要买那种剧烈震荡的股票，不要到时候股票来个剧烈下跌把你原本要来买房子的头期款都怎样跌出缺口，变成股票赔钱，你无法买房子，那就得不偿失了。你说不会动的股票有什么好买的？对啊，那你还买我记得股票的人会说一个名词叫什么？殖利率是不是？反正就是每年分钱分多少的配股配息的那个那如果你要存钱，可能可以存这种的。我说可能但我还是不太建议啦，就老老实实的趴在银行布置去存头期款就好了。不然你想一想，你买股票本来是想得很好，来当做存房子的头期款，可是当你要卖掉出来买房子的时候，简化后就5种结果。第一，股票大赚，头期款安全 ，OK 买房。第二，股票小赚，头期款安全 ，OK 买房。第三，股票持平，头期款安全好买房。第四，股票小赔，头期款危险，买不了房。第五，股票小赔，头期款危险，买不了房。对，反正就是大赚、小赚、持平、小赔、大赔这样看起来是3/5的胜率，但我还是认为蛮危险的这种投资我是不愿意做的。为什么？因为原本我不管股票，我只是本分的存钱。我本来时间到了，我就可以这样安全买房。那我何必去额外多承担了股票赔钱的风险，对不对？我都过我的日子，我就顺的，突然来个股票这个，然后有赔钱的风险，我就不愿意啊。除非100%会赢那我们就会去做否则我都是不愿意去做的。但是这是股票市场呢，哪来胜率100%这种东西？所以我不会去做。关于股票跟房地产的关系我最建议的剧本是，你房子持有很久之后怎样真贷出几百万那你爱玩股票你再去玩这几乎是所有借款来的项目里头最便宜的钱它还款时间又极长，所以财务上怎样相当安全。你真贷以后手痒，想要去看那些股票老师那边炒高风险的股票，好，那你就去这没有人拦你那到时候你也赔得起。为什么？因为那个钱是慢慢还的你房子也已经买了那你的房子也还持续这样在增值当中，这才安稳嘛，对不对？我是这样认为啦。还是说你现在已经这样子在做，存到一定程度，比方说房价的60%，我是说那个不买股票你就用力存这样就存到房价的60%。那就可以继续买下一间房子收租了。好，你说为什么要存到房价的60%才能买？因为信用管制啊，现在第3屋以上第4、第5、第6、第7，全部都是银行只会贷款40%很硬所以1000万的房子你要自备600我的建议真的就是如此安稳的去给它买下去就这样子在我这种保守之人看来股票的优点，在我眼里只剩下高流通性那种什么赚2倍3倍这种我都觉得是神话，这跟我无关我们又没有要大赚，我们只要做到不蚀本就好了偏偏它是股票，它无法保证不蚀本，所以就算了。但是要不蚀本话又说回来，不蚀本这种东西啊，除了股票以外，很多商品也做得到嘛，对不对？又不一定是股票这个选择，我也还在研究当中啦大概就这样子。